这天天的哈，净遇到一些大白天来说梦话的啊。今天我这里啊来了一个年轻的未婚妈妈，她说呢，这个孩子是跟她前男友生的哈，孩子的爸爸是因为家族的原因是不能跟她结婚的，但是呢给她和孩子买了房子啊，也给她了抚养费，所以呢她就没啥经济负担的啊。要说长相呢，确实长得很漂亮哈，身材也没有走样，保养的确实不错哈。就这样的哈，要不是带个娃呀，根本不需要来相亲的，追求者肯定是一大把一大把的。我就问他，你想找个啥样的呀？他说自己啊带个孩子嘛，确实啊不能提太高的要求了。他说想找一个北京本地的男人，不要彩礼，但是他希望呢男方能在自己的房产证上加上他的名字，因为他要陪伴孩子，所以呢他是不能出去工作的啊。男方每个月呢最好呢能够给他2万块钱的零花钱，5年内他是不想生孩子的。对方呢最好是做生意的，或者呢资产在5000万以上的，这样的生活质量才能有保证。然后呢，他居然还一脸无辜地问我哈，你觉得我这个要求过分吗？大家来说说，他这个要求过不过分啊？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怎么样？离婚之后到底是男人更想再婚还是女人更想再婚呢？其实一定是女人更想尽快嫁出去的。为什么呢？这句话哈，可能女人不爱听，但是事实呢，就是很少有女人啊，她不需要婚姻的。如果男人的经济能力比较强的话，那他对婚姻的依赖性啊就越低。毕竟是哈，男人都是靠自己挣钱买房买车养孩子养家嘛，他们都是靠自己啊。说实话哈，如果不是为了传宗接代的需要，有几个男人会主动的投入到婚姻里面去呢？但是离婚的女人呢就恰恰相反了哈，刚刚离婚不久啊，他们就会急着想找下一个人的怀抱了。你去看一看朋友圈哈，很多晒离婚证的哈，广而告之的几乎都是女人干的。为什么要晒出来呢？对吧？他们对上一段婚姻极度的不满，当然呢，我们也不否认哈，有些问题可能真的是男人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二婚的女人呢，往往哈离婚之后呢，就想马上寻找下一家，并且呢，提出来的条件啊比之前还要高，因为他们会认为自己经历过一段婚姻了之后啊，更清楚自己要什么。但是往往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选择权，即使是别人对他挑来选去了。二婚是非常被动的，当他们终于发现自己行情很不好的时候，又会自我安慰哈，说要个男人来干什么呢？啊，钱我自己可以挣，娃我自己可以养，房子我自己也有，车我自己也能开啊。其实真的哈，这种有底气的女人呢，啊，说这个话呢也就罢了哈，她们确实是新时代的独立女性哈，人家不依赖男人，也能生存得很好。但是呢，另外有一部分女人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他们也跟着起哄啊，说找个男人真的没有用啊！我就想问一问哈，从大面上来讲，保家卫国啦、抢险救灾啦，这些事情不总是男人们冲在前线的吗？难道是女人吗？啊，在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当中，大多数不也都是男人吗？啊，往小了说，家里边的苦活、累活、重活、脏活，大多数不也都是男人在扛吗？家里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女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先给老公打个电话，对吗？有一部分的女人呢，不管她是头婚还是二婚哈，她都要把婚姻当做一个跳板的，她们总是想通过婚姻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已经很少见到那种能麻利操持家务、教育孩子有耐心相夫教子的女人了。相反的，有不少的女性表示什么家务都不会干，嫁个人结过婚就变着法儿要去索取，嘴上喊的是男女平等，实际上呢又极其的双标，这边要依赖男人的经济那边呢又喊着要独立。既要求享受的同时呢，又要求被尊重。二婚遇到的女人呢，就更现实了哈，真情人家都留给前夫了哈，精力呢也都留给了自己的孩子。再婚的男人呢，还能遇到真爱吗？也难怪男人们不想再婚了嘛，他们说要保命要紧啊，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那种只会索取不懂感恩和付出的女人实在是太多了。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呢？是不是这样的？跟大龄女生谈恋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38岁的已婚男士跟我说起了一段他的往事。33岁那一年呢，他跟一个女同学在同学会上重逢了。早年读书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关系特别的好，于是他们现在很快就坠入了爱河。原本来说呢，这样的关系应该是恋爱谈得很顺利才对，可是呢跟这个女生谈了1年多他自己真正的体会到了跟大龄女生谈恋爱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她呢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女生妥妥的公主病，只要一吵架就撂狠话如果你跟我分手了，我分分钟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有的是人追我，想嫁随时都能嫁，以前那些追我的人条件好的不得了，我不是也没同意吗？不是富二代就是官二代等等之类的话
他还特别爱提及他的前任啊，说人家多么多么优秀哈。我觉得吧，他的这些话哈，大部分都是在自我安慰。其次呢，就是他的消费哈，我真的是也接不住啊，高档化妆品、名牌包包，样样俱全。我觉得这就不像一个能过日子的女人，因为她有一点积蓄嘛，啊，动不动就跟我来一句，哎呀，我花自己的钱啊，想干嘛就干嘛嘛，你管得着吗？实际上呢，啊，我们出去约会什么的，她就没有掏过一次钱，天天的哈，非常的虚荣。求婚必须去希腊啊，拍婚纱照呢必须去南非啊，度蜜月呢一定要到北欧。我跟他解释嘛，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工作非常忙，他听不进去，然后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哈，说我把工作看得比他重要哈，啊，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反驳，从来都不会换位思考，只要是违背他的意愿啊，那就是不爱他或者是不够爱他，我就反问他，那你做过什么事情来证明过你爱我呢？结果他立马就答不上来了。还有哈，她的那一群少女闺蜜啊，个个都很假，明明就是找不到接盘侠了，对外呢就说她们不想将就啊，就说呢是因为自己太优秀了啊，那人家那些结婚早的就是将就的，就是不优秀的啊，我就不知道哈，她们凭什么觉得自己很优秀呢？啊，跟刚毕业的小姑娘比，月薪好一点就是优秀吗？满脑子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啊，完全活在偶像剧里哈，还特别的双标。整天呢就标榜他们啊经济有多独立，生活有多么没有负担哈，但是呢却让我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开销啊，我承担也行，但是你能不能做点家务呢？能不能周末的时候好好做顿饭呢？他说他不想当保姆啊，他做不到啊，一到要搞家务的时候啊，他就要男女平等啊，一说到出钱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一个人来扛，只要发生了矛盾，就是一副很任性的样子哈，绝不妥协，绝不低头，一定得我来缓解矛盾，并且最后呢结果都是一样的，必须是他是对的。但是呢，要说理解、包容、换位思考这些词儿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非常自我，他的感受很重要啊。他答应我的事儿呢，十有八九是可以做不到的啊，但是我答应他的事儿啊，一件也不能变卦啊。我不相信他未来真的能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媳妇儿，甚至是一个好母亲。我现在的老婆比我小8岁哈，孩子都3岁了，我过得很幸福啊。而他呢，听说还是一个人单身啊。这种大龄剩女是不是全都这样啊？有没有例外的呢？咱到评论区讨论讨论。现在有些女人哈，真的是不是魔怔了呀？年龄越大，心态越不正常。今天我给一个90年的女生匹配对象哈，我给她介绍了个87年的男生，他还嫌年龄太大了，说87年的已经是油腻大叔了。生活中追求他的都是比他年纪更小的，他就没有跟大他3岁以上的男生谈过恋爱。然后呢，还给我看了几个聊天记录哈，表示呢她是很有市场的女人。那我就问他啦，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来征婚相亲呢？他说嘛，结婚一定得找个有诚意的男人，对不对啊？不想浪费时间的。他说啊，现在1线城市的姐弟恋非常盛行的啊，他想找个弟弟啊，行不行？就准老男人找小姑娘吗？我们也可以选择找年轻帅气的弟弟啊。于是他就从我的资料库里面看到了一个又高又帅的98年的男生，就非要让我联系一下啊。那我就当着他的面哈，给这个男生就拨电话了啊。对方听完我的介绍之后啊，直接就说哈，老师，她是个大富婆吗？就算是我也不会要。你们说打不打脸吧？啊，咱到评论区聊聊呢。为什么现在谈对象有这么难呢？主要还是男女之间啊防备心太重了。96年的女生跟93年的男生相亲之后哈，彼此都很中意，开始交往之后呢，没多久就出问题了哈。女生说男生见了几次面之后就动手动脚的想占她便宜，还问她可不可以做女朋友。笑话，你什么都还没有付出就想跟我确定关系吗？你怎么证明你的真心呢？怎么证明你的诚意呢？难道就是上下嘴唇一碰啊，几句甜言蜜语就完事儿了吗？我可不能随随便便就答应你了。但是男生却认为他跟你确定关系之后他才能选择付出更多嘛，关系不同哈，态度肯定是不同的。男生就怕自己付出打水漂啊，所以呢会着急跟你确定关系啊。女生呢就一直想要一个态度啊，怕男生得到之后就不珍惜，到最后呢很多的男生都会觉得女生又物质又现实，只认钱。女生呢就觉得现在的男生呢就会画大饼，没有什么任何的实际行动，稍微付出一点点就想来睡觉。你们觉得他们到底怎么办啊？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最近有个事啊，我跟大家念叨念叨，在相亲的时候啊，主动的女生到底有多吃香？一说这句话可能又有女生想骂我啊，你就先别喷了啊，听我说完。这样的事情我真的见了太多了。这不啊，前几天刚领证领完的一对啊，给我来报喜，我就知道这个女孩能嫁得很快，也嫁得很好。
就半年前啊，我安排他俩见面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嘛，现在是僧多肉少，优秀的男生少啊，所以那天我就安排了另外一个女生呢也见这个男生。话说啊，这位男生条件呢是真心不错啊，在银行工作，硕士学历，北京有房有车啊，90年的180的个，长得呢白白净净的。总体来说，这样的男生也算得上是相亲市场上啊香饽饽了。所以两个女生呢对他都挺满意的，希望后续啊能有发展。男生呢对这两个女孩长相啊他都挺满意的，但是当时啊有点分不出伯仲，所以呢他觉得跟这两个女孩啊要不就先都接触接触，了解一下性格再定。结果经过了1个多月的接触下来，男生决定选择其中那个比较积极主动的女生。他说啊，其实他原本呢是内心是比较看好另外那个女生的，但是他说那个女生啊明显就是慢热型，发个信息啊很久才会回复，约他出来约了2、3次才说自己有时间，平时聊天话很少，每次呢还是女生要结束话题，出来约会从来没有买过单，连一瓶矿泉水都没有主动买过，送他回家也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一句谢谢都不会说啊，也给他送过小礼物啊，那女孩啊也欣然接受，但是从来没有回馈过任何东西。这个男生说，我也搞不懂这个女生啊，她到底是很享受这个追求她的过程呢，还是她对自己就没有那个意思呢？而那个主动的女生就不一样了啊，在这个慢热的女生还在等着男人追求的时候，她已经跟男生一起经历了好多事情了。她会给男生做烘焙，做小饼干，做糕点，带着约会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品尝她的成果。她也不会半天不回信息啊，看到了就会回。她也会主动的约男生一起去爬山，去骑行，回到家还会跟男生分享今天的心情。男生请她吃饭，她也会请男生喝咖啡。男人请她看个电影，她也会买好奶茶。男生给她送个小礼物，她也会回馈点小心意。男生送她回家，她会每次下车的时候都跟男生说谢谢你送我回家。就是这么个开心快乐可爱的女生，直接秒杀那位慢热的啊！结果你们都知道吗？我后来问过那个慢热的女生，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男生？她说没有，我挺喜欢他的，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追着追着就不追了。你们说可笑不可笑啊？如果是你，评论区说说啊，你会选哪位？这红娘做久了啊，真的是啊，什么样的人你都能见到，什么样的事儿你都能碰到。我一直呢都在说要抵制毒鸡汤泛滥，可是啊，我现在觉得毒鸡汤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现在有些女人那颗不知廉耻的心啊，一谈恋爱就想着办法啊搞男人的钱。最近有一个24岁的姑娘啊跟我说，她相亲认识了一个40多岁的大叔，这个大叔呢真的是很喜欢她，对她很好，也很大方，要什么买什么，真的是像疼女儿一样疼她。谈了快1年了，大叔给她送了套房子，说想跟她结婚。姑娘说那结婚的话得先给她买一辆80万以上的车，再给她200万现金，才愿意跟大叔去见父母。大叔虽然答应了她，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兑现承诺。我就问她，你是真心想嫁给他吗？我这一问，他反而有点犹豫了，说我就是想拿了钱之后再说嘛。然后啊，他还问我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大叔先把钱给他。我当时听了这话啊，气都不打一处来了，真的不知道啊，什么样的父母能生出这种不知廉耻的女儿来呢？现在一些年轻的女生真的是啊，道德很沦丧啊，已经都没有下限了。渣女的数量啊，我觉得比渣男的数量要多几10倍都不止。他还给我看了一个网上的视频，是一个主播啊在教年轻的女生怎么搞男人的钱。这个视频啊居然点赞几10万啊，评论区里边全是女人，一帮年轻的小绿茶啊，各种提问，各种分享攀比啊，在男人那儿搞了多少钱啊。那些30、40岁的女人啊也跟着起哄啊，懊悔啊自己怎么就这么傻啊，完全就不懂这些套路，恨自己学得太晚了，白活了这么多年，真的是啊毁三观。这满屏啊都是怎么搞钱，怎么搞大叔。我想说啊，这些丑恶的灵魂是怎么练就的呢？这些人的有灵魂啊，我觉得都是抬举他们了。这些丑恶的嘴脸啊，真的是令人作呕。我真的是第一次感觉到词穷，道德沦丧啊，到如此境界，真的是人类的悲哀。竟如此赤裸裸的啊，暴露丑恶的人性。如今的这些渣男啊，跟这些渣女啊相比啊，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这么多想不捞二货的人啊，不知廉耻的心，怎么会没有毒鸡汤泛滥呢？为什么毒鸡汤毒不到男人呢？因为男人觉得这些什么套路啊、攻心计啊，他觉得是拿不上台面的东西，不太被他们主流的群体接受的嘛。一个搞钱视频啊，几10万的点赞啊，如此庞大的数量，
这种丑恶的势力啊，不可小觑的。同时呢，也提醒那些想通过套路搞钱的女人，想做绿茶的女人，别把男人当傻瓜。他愿意给你花钱，那是爱你，不是傻，你懂吗？一个33岁的大龄剩女又给我讲了一段啊，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啊，还真的挺闹心的。她就是说吧，这个女生找对象，你要是在25、6岁之前遇到了一个差不多的，就赶紧的谈恋爱，不要总拖着了。你会以为后面会有更好的，但其实呢，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必然。他说女生挑来挑去，最后都是自己把自己挑剩下的。我那会儿大学刚毕业，家里就给我张罗着介绍了一个小伙，自己做生意的，他家里呢是家族企业条件很好，他人也挺能干的，就比自己大2岁，家里人都觉得我们俩特合适。最关键的是呢，这个家伙他还非常的喜欢我，特别想娶我。他说你要是跟我结婚100多平的房子我全部都写你的名字彩礼呢更不用说了，就以我们当地最高彩礼为标准，然后给你提辆50万的车，你愿意上班就上班你要是不愿意上班呢，那你就跟我一起做生意有了孩子呢，你愿意看你就看，你不愿意看呢就让我妈看。我妈心又细又贤惠，她喜欢带孙子。再说了，她也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能给咱养孩子看孩子她看着孙子一高兴，那你不就想干嘛就干嘛了吗？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就行了。可是当时呢，我就不知道哪根筋出了问题说实话，可能呢真的是因为当时太年轻了，经历的事情又太少，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大学的时候我谈过2个男朋友，都是那种条件很好也很优秀，还对我特别好的那种。所以呢，我以为这个社会上的男生都会是这个样子的都是那种对我又好又真诚，然后呢条件也非常好的。我真的不知道进入社会以后会遇到那么多奇葩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没那么喜欢他，我就拒绝了人家。我一直就没有放下想要追求爱情的这个执念，而且呢，我当时觉得自己太年轻了，应该享受几年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再考虑结婚。世界这么大，我要出去走走。到后来大概过了2年，有一次我就回老家，他又联系我了还给我发了个女孩的照片，问我这姑娘怎么样，让我帮她参谋一下。我仍然非常淡然地说，这女孩挺好的呀，你俩挺般配的。结果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对我还是非常执着他跟我说，我知道你还单着呢，如果你现在愿意的话，我还是愿意娶你的。这一次我又拒绝了他。后来他结婚了，我呢还在相亲，遇到的男人还真的没有比他条件好的，就算条件能够达到，但也没有他那股子真诚的劲儿了有条件特别好的，似乎人家对我呢也不冷不热不温不火的。后来我就过了30岁，这个时候我才发现30岁真的是女人择偶的一个大坎儿介绍的对象综合条件已经断崖式的下滑，要么就个子矮，要么就收入低，要么就长得丑要么就是离异的。总之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时候他那种条件还对我那么来电的男人了。相亲中遇到过很多大龄剩男奇葩的非常多。总之相亲这条路一路走来，真的是一言难尽的。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能够回到那个时候，我一定听我妈的话，并且我真的想给那个时候的我2个大嘴巴子。我当时要是有现在的心智，那我现在儿子都能打酱油了。真的想劝大家一句，就是一定要珍惜年轻时候遇到的对象，差不多就不要再挑了，就尽快的结婚。因为你越往后挑，你越会发现你可能既遇不到你想要的真诚和爱情，你也遇不到你想将就找个条件好一点的人并且你一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遇到越来越奇怪的人。你们说是不是这样？有些现实的事情是很扎心的。在北上广深，为什么那么多的单身姑娘她们自身都不错但是就是找不到男朋友，很难维护一段长久的恋爱关系。她们自己也不想这样，但是呢又无能为力28岁的茵茵在北京的一家3甲医院工作，长相很甜美，身材气质都很佳，高知家庭的背景按说呢她这样的综合条件已经不错了。其实生活中追求她的人也不少，也不乏一些条件很优越的男士。但是她说从工作到现在已经2、3年了，谈了很多段，都很短暂没有一段是维持了半年以上的。她就很纳闷嘛，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其实主要是她们这些姑娘不太了解在1线城市里，她们这样的女孩最容易遇到3类男人。第一类呢就是好大叔。好大叔呢是有钱也愿意给你花钱，然后呢也很喜欢你，对你也很好。但是如果你想长期持有好大叔
就有点难了。因为好大叔的缺点就是花心啊，见多识广啊，你很难拿捏他的呀。因为啊，喜欢好大叔的女人也是大把大把的人啊，你很难成为他的唯一啊。那第二类呢，就是精致精英男，他们家境好，学历好，圈子也很好，房车都有，收入也很高。他们可能呢，就比较小资哈，生活呢很讲究品质，常常会带你去一些高档消费场所哈。他会很温柔啊，情商也很高，很懂女人心，说你爱听的，花钱也比较大方。那么你的恋爱体验啊是相当浪漫的。但是呢，他们却有个特点，就是哈，一起吃喝玩乐啊，他是可以花费的，但是呢，不太会愿意啊单独为你去花钱，特别是大笔的，比如说给你买个爱马仕包包啊香奈儿啥的啊，就不太可能了。你会体会到哈，他很算计的。你一旦离开了他，你就发现你其实啥也没有，除非你深得他心哈，可能会是个例外。但是这样的男人啊，他见过的女人也不少啊，他的选项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所以呢也很难搞。第三类呢就是事业男，这一类人呢以事业为中心，他的事业心很强，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成功。那么他们呢相对来讲就非常现实。如果他是刚开始创业的人，那么他一定啊想找一个合伙人，要么你的家境不错，可以给到他财务上的支持，要么你的人脉很好，可以给到他渠道上的帮助，要么你就是自身能力很强啊，不然你最终一定还是被短择的关系。那种事业已成的，他很快就转化成第一种了啊，好大叔。所以你们觉得自己容不容易破圈呢？说实话哈，00后的女生啊确实抢手，为什么呢？真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年轻所以抢手。我们来看看这位男生的相亲经历就知道，31岁的优质男士哈，海外硕士，金房金车，收入50个啊，条件杠杠的好。就他跟我说哈，回国1年了，家里催的标急啊，就来这儿看看，想尽快呢完成婚姻大事。他只有2个基本要求，第一，年龄比自己小就行，第二呢，不物质，会过日子的。于是我们就优先给他筛选相对比较着急结婚的姑娘啊，大概都是27、28岁的。奇怪的是呢，他这样的条件已经算是不错了，可是推荐了一个被拒一个，要么就是嫌他还没有北京户口，要么就是嫌他收入还不够高，要么就是嫌他呀个子不够1.8米啊，还有嫌弃他有房贷的。总之呢，他相了一圈下来哈，发现女生们的要求都很高啊，他根本达不到人家的标准，所以基本上就感觉结婚无望了啊。但是没有想到事情后来有了转机哈，有个00后的姑娘呢，在一次活动中呢就认识了他，2个人呢就很聊得来。这个姑娘呢很喜欢他的才学啊，彬彬有礼的谈吐，笑起来的样子也很可爱。在了解他有房贷的情况之后呢，人家居然很自然的说了一句，要是我嫁给你啊，那咱们就一起还呗。姑娘还觉得说一个男生的收入跟他的行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一个人的优秀不在于他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他在他的领域里面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样的评判才是公正的嘛。我觉得他已经很优秀了啊。当时男生还很担心这个姑娘年纪太小了，会不会不着急结婚啊，只想谈谈恋爱什么的啊。于是呢就很明确的说了自己的担忧。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啊居然说我都24岁了好不好啊，我是这么来计划的，谈1年恋爱就可以结婚了，婚后呢我想过2年2人世界等到28岁的时候呢再生小孩。那要是过了28岁，不就过了最佳生育年龄了吗？所以现在我开始确定一个人选，是不是很合理呢？你觉得我的计划怎么样呢？这就是成熟的00后人家计划的可好了啊。所以人家这个认知直接就碾压了那些还在挑3拣4的某些人呢。你们说对不对？你有什么可豪横？